男人正在比武，只见他出手迅速，把对方打得连连倒退。在使用绝招时，他留手了，对方抓准时机把男人打出擂台。男人的儿子不服，便要和父亲对手的儿子决斗。男孩被对手一拳打在鼻子上，而后又被按在地上羞辱。至此，男孩霍元甲的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。霍元甲回家偷了父亲的秘籍，至此开始每日练功。日复一日，他找上当初羞辱自己的赵建，要报当初羞辱之仇。他轻松地取得胜利，尝到胜利果实的他也开始变得好勇斗狠。他长大成人后，打下了不少生死状，要立志做金门第一人。他也有家庭，一个可爱的女儿和一个贤惠的妻子，但是最重要的便是金门第一的目标。隔天他又要比武，而对手就是当初的赵建。赵建长大后走南闯北，练得一身好功夫，两人签下生死状，便开始决斗。赵建下盘练得非常稳，落地生根，不动如山，而上身功夫也不俗，练的是虎爪拳。两人一时不相上下。霍元甲开始认真，他以掌化拳，很快破了赵建的虎爪，而后又破了他的下盘，直接把赵建打下擂台。赵建也是狠人，这么高摔下来都没事儿。霍元甲赢得比赛，自然要庆祝。来到好友农进孙开的酒楼，自然少不了把酒言欢。随着霍元甲比武数量越来越多，性情也变得傲慢浮躁，只胜不败让他名声大赫，来拜师的人越来越多。霍元甲来者不拒，全部收为弟子，越来越不顾家，冷落了妻儿。他不是在酒楼喝酒，就是上擂台比武。红日中天的霍元甲突然被告知，如今他还不算金门第一，因为他还没有打败秦爷。霍元甲越想越气，看着徒弟们的一拳一脚，练功拖拉，更是气得不行。嘿，想练武就得下功夫。什么是功夫？什么是功夫？功夫，功夫是要时间磨练出来的。这样，打3年的猫脚功夫，这一拳20年的功夫，我们挡得住吗？练！而此时，霍元甲受的一群乌合之众，在外面已经赊下巨额账单，家里的积蓄早就用完了。突然，一个徒弟被抬了进来，一问得知是秦爷打的。霍元甲坐不住了，恰巧今天是秦爷的生辰，在酒楼喝酒。霍元甲来了，拿出生死状就要摆擂。好友农进孙赶紧来劝说，今天是人家的生日，不要再闹了。可霍元甲却以为是怕他砸了酒楼，几句话之间寒了好友农进孙的心。霍元甲喝退众人，与秦爷拉开架势，瞬间便打在一起，高手过招，招招要命。一番交手，双方以拳相交，最终秦爷败在了霍元甲的手下。可霍元甲此时已经上了头，丝毫没有手下留情，竟然使出了必杀技。秦爷遭到重创，昏迷不醒。男人一下打断光头的胳膊，然后几记重拳，接着就是一招必杀技，竟是把光头的骨头打得凸起，随后倒地昏迷，被光头的徒弟抬了回去。而男人霍元甲在徒弟们的捧杀中，去了对面的酒楼喝酒，这一喝就是一晚上。回家的路上被农进孙叫住，话里有话的恭喜霍元甲，他终于成为金门第一了。因为秦爷死了，霍元甲回到家中，发现妻子没了气息，女儿也惨遭杀害，凶手就是秦爷的义子。霍元甲拿刀就来到秦府中，而秦爷义子直接承认就是他干的，说完就自尽了，根本不给霍元甲报仇的机会。而霍元甲就把刀横向了秦爷妻儿，却是没能下得了手。失魂落魄的霍元甲独自离开了天津，给自己找了一块好地方，便要跳湖自尽。此时他认识到了家人的重要，仿佛看到了家人的影子，但他被人救了下来。救他的是一个名叫孙婆婆的人和孙婆婆的孙女岳慈。孙婆婆开导霍元甲，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，而霍元甲也在这里生活了下来。在田园间插秧，有风一来，众人站立感受。这一刻，霍元甲抚平了内心的浮躁傲慢，变得不再争强好胜，学会了如何尊重。某一天，岳慈要去给自己的父母上坟，霍元甲听后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妻儿，也想回去一趟上个坟。与岳慈交谈一番，他便决定暂离村庄，回去看望一下家人们。
而岳慈也表示会在这里等他回来。霍元甲回到天津，发现这里好像变了一个样，出现了好多洋人。原来天津已经成为了租界，家中也已经物是人非，只有管家一直在此打理。他与管家上山祭拜家人，好像明白了当年父亲为什么不出那一拳。而后他下山来到秦府，也认认真真的祭拜了秦爷。这天霍元甲看报纸时发现，一个洋人竟把25名武师打得伤势惨重，还赢了32场，还出言讽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。为了扬我国威，霍元甲无奈找上好友农进孙，一番道歉，想要借点钱。而农进孙听到霍元甲借钱还是要去打擂台，便不再言辞。而霍元甲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把那一份报纸放在了桌子上，随后离去。等到霍元甲走了，农进孙才拿起那份报纸，随后一笔钱便送到了霍元甲的手中。于是霍元甲来到了上海，又重新走上了擂台。这次他不是为了胜利，而是为了国威。他拒绝了生死状，改为以武会友。两人交战，洋人笨重，被霍元甲借力打力扔翻在地。在数次被扔翻在地后，洋人爬上柱子，这个洋人用自己当作武器，狠狠地砸向地面的男人。众人纷纷大惊失色，却不曾想男人竟然用膝盖和肘挡下了，随后甩开洋人，一句承让了。男人霍元甲便要离开，可洋人不依不饶，霍元甲飞身一脚，洋人飞出台子，可下面竟是满满的钉子，所幸被霍元甲救下。洋人服了，他甘拜下风，承认他输了。这一幕被登上报纸，广泛流传。霍元甲为国扬名，被农进孙找上。随后农进孙与霍元甲成立了精武体操会，却是引起了洋商们的不满。他们联合起来找了4国高手，要让霍元甲颜面扫地。霍元甲深知这场比赛不公平，可现在的国情公平吗？他要去，不光是为了精武体操会，也是为了国家。隔天4国高手中的田中安野找上了霍元甲，两人喝茶聊武。安野想请教，既然武术没有高低之分，为何还有比武竞技呢？我以为世上的武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有习武的人才有强弱之分。通过竞技，我们可以发现和认识一个真正的自己，因为我们真正的对手可能就是我们自己。先生的一席话，使得安野非常的敬佩。比赛之日，第一场是英国的一个拳王，他身高巨大，双拳有力，出拳迅猛。但是霍元甲更猛，躲避还击之下，已经是赢得胜利。第二场是比利时骑士，两人挥舞各国长枪。霍元甲一杆红缨枪出神入化，打的骑士以为是自己的枪太长，掰断长枪，又是输在枪太短，把他气个半死。第三场是欧洲击剑大师，两人交战，霍元甲挑飞大师的软甲，几个回合伴随着一个转身下蹲，夺下对方的剑，赢下了这场比赛。到了第4场，上台的是田中安野。安野一上台就制止裁判，认为这场比赛对霍元甲不公平，可以改日再战。霍元甲表明，既然站在这个台上，总得有个结果。双方拉开架势，各取兵器。霍元甲以3节棍对战日本刀，3节棍可攻可守，可远可近。在被安野劈成双棍后，霍元甲越打越凶，两人对峙不分胜负，却不知霍元甲的茶水被人暗中替换。下场的霍元甲喝茶休息，伴随第2场拉开序幕，双方交战。可霍元甲感到不妙，在挡下安野的一记重拳后，再也忍不住，一口黑血喷出，惊呆了众人。安野举手暂停比赛，霍元甲回到座位，却发现那杯茶不见了。众人要送他去医院，可霍元甲表示他刚刚用力过猛，毒已攻心，来不及了。随后霍元甲在一声声自强不息的口号下，再一次回到擂台。安野询问确定要打吗？如果打，他就会全力以赴。霍元甲表示这是他的荣幸。两人开战，霍元甲已经不能力敌，被安野频繁打飞，口吐黑血。在安野一拳打中霍元甲咽喉时，霍元甲使出了必杀技，正是当年打死秦爷的那一招。可这一次他留手了，随后面带笑容地倒了下去。他知道他赢了。裁判刚一上来，安野喝止，他扶起了霍元甲，表示是他赢了，并鞠躬表示尊敬。
众人纷纷大喊霍元甲，而台下的日本富商气急败坏，但被安野大骂不配。霍元甲被送往医院时毒发身亡，终年42岁。